你知道哪个版本的蜘蛛侠最受欢迎吗？肯定很多人会说经典的托比马奎尔和纯漫威元素的荷兰弟，不过还有人觉得是特效最酷的加菲版，甚至说400大妈 YYDS 的也有。看来这个问题确实非常棘手，因为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于是我参考了各大论坛，列出了一份综合性清单，把每个版本从最差到最佳进行了排名。另外，该视频不仅仅只是对比3代蜘蛛侠，我还加入了动画以及很悠久的版本。等看完后，相信你会对这个角色有意外收获。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进入主题。共有15个版本，排在最后一名的是70年代真人蜘蛛侠。几乎没有人记得1970年代末那部短暂又精彩的蜘蛛侠电视剧，这实际上不是主演的错，因为剧里面没有所谓的超级反派，这也让他显得很多余。而且拿标准的配角来说，除了鲍氏老板和梅姨的一次露面之外，就没有其他人物的出现。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是蜘蛛侠被抹黑的最惨的一次。第14，蜘蛛侠无限。这部剧基本上是通过把蜘蛛侠传送到另一个地球，从而来扩展90年代动画系列的销量，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平行宇宙。但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这套服装，它正是源自蜘蛛侠2099漫画，不过里面的剧情属实拉胯，如果全部按照2099漫画来制造的话，那效果可能会更好。第13， 60年代动画蜘蛛侠。考虑到蜘蛛侠漫画在这个节目上映时只有4年的历史，所以较多的观众都对蜘蛛侠模样毫无概念。不过最无厘头的是，当时的配音找的正是60年代超人的扮演者，这意味着听起来跟超人的声音是一模一样。I once swore never to turn my back on anyone, and I'm not starting now. 但这版的蜘蛛侠依旧被人们铭记，因为剧里面产生了许多经典动图和表情包，当然还有经典的主题曲呀。在当时这部动画非常出色，而且还从漫画中引入了很多以前从未上过电视的反派。但很可惜，这部剧很快就被同一天首映的另一部蜘蛛侠动画片盖过了风口。没错，就是蜘蛛侠和他的神奇朋友们。这两个系列使用了相同的角色设计，但由于缺少新颖的动画题材，导致1981年动画蜘蛛侠瞬间被掩埋。第11，电气公司真人秀蜘蛛侠。蜘蛛侠的第一次真人秀出现在电气公司，这是1970年代的教育系列频道。虽然里面的扮演者不能说话，但他们的简单冒险是教会孩子们基本语言和数学技能的完美工具，就类似于小时候看的天线宝宝，顾名思义。所以这部剧的亮点也是旁白。 And he's found it. A rubber glove sandwich. 最受欢迎的蜘蛛侠排名，今天他来了。第10， 400大妈东映蜘蛛侠。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对这个名字感到幽默，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用日语翻译蜘蛛侠后就成了现在的400大妈。1978年的日本蜘蛛侠真人版电视剧广受欢迎，尽管它没有在其他国家正式上映，但却拥有大批粉丝。在这个版本中，彼得·帕克是一名摩托车手，他通过超级手环从而获得蜘蛛力量，这让我不得不想起奥特曼的变身器。该节目非常有趣，演员们也做得很好，但制片方却完全改版了漫画形象，这也是排名不高的主要原因。第9，蜘蛛侠新动画系列。2003年的蜘蛛侠有2件事让人出乎意料，第一是组合2D 和3D 的动画首次推出，第二是当蜘蛛侠每次说话时都会听到尼尔·哈里斯旁白的声音。This is so not spandex. 并不是说哈里斯不适合配音蜘蛛侠，但不觉得他更适合反派吗？第8，终极蜘蛛侠。这是迪士尼在收购漫威之后的第一部动画蜘蛛侠系列，但该剧的一些制作决定并没有得到粉丝长期的认可，尤其是2位主演的配音，总感觉少点什么。You don't know how that feels. I do, actually. 但如果你从过去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动画蜘蛛侠，无论是角色的动作还是情绪变化，都能称得上一流。第7， 90年代动画蜘蛛侠。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版本的蜘蛛侠声音是整个童年时代的回忆。 Spider sense danger. 虽然配音年龄有点大，但剧情却是第一个以微妙的方式真正借鉴了漫画故事情节的电视版本，引入了毒液套装、秘密战争、跨界超人，甚至是敢死队等概念。这个系列跳过了起源，从已经上大学的彼得·帕克开始。在这种情况下，蜘蛛侠的配音是完美符合的，不仅平衡了至关重要的笑话，还有一些情感的包袱。第6，蜘蛛侠和他的神奇朋友们。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周六首选的动画吗？对于这个版本的蜘蛛侠来说，从1981年到1986年特别受欢迎，是大部分儿童周六早上的首选。这代蜘蛛侠拥有早期版本所缺少的轻盈感，而且看起来比冰人更接地气。 Oh no! Oh yes!
这部动画片如果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似乎很傻，但在以前确实能被称为最受欢迎，所以把排名放在靠前也毋庸置疑。你知道谁才是最受欢迎的蜘蛛侠吗？第5，超凡蜘蛛侠。加菲饰演彼得·帕克的最大问题就是年龄太大了，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笨拙的青少年。但这部重拍的系列电影提供了另一个以高中为背景的起源故事，而且他苗条的身材在套装上看起来也非常不错，再加上本身自带的喜剧，让他很自然的就适应了这部电影。不过最值得一说的还是特效，我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最炫酷的蜘蛛侠，没有之一。第4，神奇蜘蛛侠。这其实是一部非常完美的动画片，但很可惜结束的太早了，在2008年和2009年共播出了2季，本来正在考虑第3季，但迪士尼收购漫威并重新获得版权后，这也使得索尼无法继续更新该系列。在剧里面，蜘蛛侠是一个年轻的孩子，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了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第3，迈尔斯蜘蛛侠。这部电影可以说得上是在动画界的一种突破，无论是色彩的运用，还是3D 与2D 效果的切换，乃至配乐和节奏，都有着淋漓尽致的酣畅感，使得每一帧画面都能够直接当壁纸。不知道大家看过后是否对画面感到惊艳呢？而且电影的题材也特别新颖，由于另外5个蜘蛛侠的加入，也为电影增添了许多活力。据说被当年称之为动画界票房的黑马。第2，荷兰弟版蜘蛛侠。虽然很多人都觉得第3代不如前2代，但我觉得除了加附钢铁侠这个称号之外，其他方面真的非常完美。电影将彼得·帕克描绘成一个书呆子模样的高中生，他可能有些不知所措，而这正是蜘蛛侠应该有的样子。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他的年龄和话痨行为，不仅完美还原了漫画标准，而且还给电影带来了许多搞笑元素。相信在以后荷兰弟能做得更好，因为他还足够年轻。第1，托比·马奎尔版蜘蛛侠。说起蜘蛛侠这个角色时，我敢肯定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第1代，因为他真正意义上做到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超级英雄，也见证了彼得·帕克一步一个脚印的奋斗过程。就比如拉火车这段，他不一定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惩奸除恶，但结局还是义无反顾地承担了重任。这不正是超级英雄最大的意义吗？当时在上映后，几乎每个粉丝都想被蜘蛛咬上一口，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一个英雄梦。屏幕前的你最喜欢第几呢？可以在评论区里聊一聊。好了，本次的排行就快要结束，你对我这个看法有什么问题呢？如果有，请告诉我，希望能收到你的意见。有想看的系列也可以说关注我，下期为你带来更精彩的视频。